亮！注意看，眼前这个黑人选手竟然头上顶着牛角就来中国发起了挑战，出场方式确实够特别，在擂台上的打法更是十分具有个性，甚至一脚还差点打出 KO 的场面。这一幕让准备出场的中国选手个个都吓得心惊胆战，不知道还以为江湖上又出来什么神秘高手了。他就是这场赛事当中人气最高的黑人选手安迪。此人在国际擂台上名气也很高，每次出场都顶着牛角，甚至还称呼自己是非洲牛魔王。大家也知道，非洲选手在身体素质这方面向来都有着很大的优势。安迪为了能够拿到美国的居住权，这次也是跟随美国赛事方代表美国出战来挑战中国选手，而且这场比赛他更是自信无比，直接点名挑战咱们的中国选手李辉。相信屏幕前的各位对李辉这位选手也不陌生了，毕竟是咱们国内近些年来人气最高的选手之一。这场比赛对于李辉来说也很重要，而且直接关乎了金腰带到底是留在中国还是被这个非洲牛魔王夺走贡献给美国拳坛，李辉也有着十足的把握。那么你认为这场比赛究竟是美国黑人选手的获胜概率更高，还是咱们的大魔王李辉更强一些呢？还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兄弟能长按点赞3秒，小编在这里祝大家早日赚到100万。那么比赛现在也是正式开始，走上擂台之后，不难看出两位选手之间的体型差距。黑人小伙还是印象中的一身腱子肉，两位选手也都是初次见面。不过黑人小伙能够拿到金腰带挑战权，实力这方面更是无需多言介绍，所以李辉也十分谨慎，因为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说只能赢不能输。27岁，1米80，臂展1米91，两人相差5几。李辉是17胜5负1次 KO， 来自陕西大千秋的这个大金千。没想到黑人选手还给李辉来了个下马威，比赛才开始没多久，就直接一脚将李辉给踹倒在地。这一幕更是让台下的中国拳迷以及中国教练都紧张了起来，而且李辉也更加谨慎。对手这种冷不丁的出招，往往能够打出出其不意的效果，最大的影响是对李辉心态上的影响。一旦被对手给击穿心理防御，那么这场比赛对于李辉来说可就有点难了。因为去年也是在唐山，也是我们全球功夫盛典的比赛啊，他是点付给了傅高峰。对，当时我对他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这位运动员的抗击打能力非常的强啊，就是傅高峰就吃大力沉的重击，那天挨了不少，当然也都扛住了，打满了3个回合。今天一上来之后，刚开始没多久，李辉就被对手踹翻在地，但他的心态调整非常迅速，好像这一脚并没有对他造成太大的影响。为了不被对手牵制，他更是将自己的节奏大大加快，试图以此来摆脱对手的掌控。在短时间内节奏的加快，也让那位黑人选手不禁心生疑惑，惊叹中国选手的身体反应能力实在是太强了。而这位黑人小伙也不确定李辉是不是在故意隐藏实力，扮猪吃老虎，所以也不敢贸然发起主动攻击。就过年期间的备战也是非常的辛苦。然后对于这场比赛，我问他，你觉得自己能获胜的点在哪里？他说应该是我自己，像刚刚燕儿姐说的，就是全面的进攻，对吧？比较全面，意志顽强。好，还有10秒。漂亮。现在比赛进入到了第2回合，在这一回合中，黑人选手一开局就继续展开猛烈的攻击，还想着抢占先机。然而李辉可并非等闲之辈，他果断地使出接腿抱摔，轻而易举的就将对手摔倒在地。这一幕让眼前的黑人小伙越发怀疑起自己来，甚至开始怀疑起眼前的李辉是不是什么神秘的高手。不过他对自己的腿法还是很有信心的，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他持续不断的出腿，对李辉进行干扰。原本他以为李辉会因为对手的出腿而变得慌乱，但没想到李辉应对起来却是游刃有余，完全没把这些放在心上。这个组合，对，这样的方式一上来，让安迪突然间感觉有一点不适应这个节奏了。毕竟李辉在整个第1回合还是没有拿出自己太多的进攻输出，而安迪这边就是他自己的前腿的扫踢，包括换步之后的扫踢，还是在第1回合给他带来了不少的利好。这我们也能够感觉到，这李辉在右侧的肋部已经有红。此刻的李辉已经将对手的战术打法完全摸透了，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许多终结对手的场景。在这种级别的比赛中，选手之间的速度确实至关重要。不知不觉间，李辉也成功掌控了这场比赛的节奏，这让黑人选手开始变得迷茫和被动。
他愈发紧张，一时间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当下的局面。然而，场上的节奏变化极快，可能转瞬之间就会被对手再次夺回控制权，所以李辉依然不能掉以轻心，必须要小心谨慎才行。各位的反应还是非常的快的。给正灯，两个人第二回合上来之后的一段密集输出之后啊，现在把节奏放缓了一些。是的，李辉还是想要去抓他自己的后手。如果说首回合两位选手主要是以试探为主，那么在第二回合，李辉可谓是火力全开，几乎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主动进攻上。然而，频繁的主动进攻也让他在防守方面出现了漏洞。尽管李辉在进攻方面取得了较多的点数，但也因为多次吃到对手的重拳，导致他的身体开始摇晃。但这并不能说明对手就安然无恙，或许是因为对手肤色较黑，所以看不出来。若是换成一个白皮肤的选手，可能身上也是伤痕累累了。后蹬，对，此个早踢，连拳往内围去打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对手还是很吃这个节奏的。对，因为安迪整体打法上就是上肢的移动会比较多，所以李辉，自己有重拳啊，包括李辉的前手，其实前手的摆拳也是很重的，但是不是。现在我们来到了比赛的第3回合，这一回合对两位选手来说都是能否赢得比赛的制胜关键。不过从前2个回合的整体情况来看，我们的中国选手李辉一直占据着大比分优势，所以在这一回合他应该会相对轻松一些。但李辉似乎并不是这么想的，开局之后他依然选择主动出击，看样子是想在比赛结束前就终结这场战斗。经过前2个回合的压制，黑人选手已经从最初的自信变得唯唯诺诺，甚至有好几次主动出击的机会，他都在原地发呆。如此一来，他赢得这场比赛的概率就会非常小了。结合呀，组合拳啊，都运用的还比较好的。是，我觉得他今天可能会有一点不适应的，就在于在我们国内，他所属的这个级别，比赛77的这个级别，很少有像安迪这样，就是在比赛过程当中，上肢的移动、摇闪这么多的运动员。所以，今天李辉打的不适应的是因为，他也是我觉得在22年的后半年的时候，在这一回合时间过去大半的时候，明显可以看到黑人选手的体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原本小编在赛前还猜测李辉会因为最终体能不足而输掉比赛，没想到先出现这种情况的竟然是这位黑人小伙。这对于李辉来说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逐步向前压制，并且在恰当的时机打出了更为凶狠的重拳。而黑人选手不但没有进行防守反击，就连最基本的防守都做得很不到位。对，就不要那么着急出自己的前手。漂亮。腿是开路，对，然后上这下特别快，对，上这拳那下特别快。对，安迪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就是在对手出拳的时候，尤其是李辉现在去压自己的后手的时候，他会有一个习惯性的向自己右侧下压前手，对手还是比较能吃到。人后摆腿，10秒。漂亮！这场比赛也是终于结束了。黑人小伙因为体力不支，最终被李辉给抓住了漏洞，从而在点数方面完全压制了对手。最终赢家也是咱们的中国选手李辉。那么你对于这场比赛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不见不散。